所以以前练拳那些人，他是从这种姿态来练的，晓得吗？他是从这种姿态来练的，不是从我们现在的姿态练的。哦，刚刚你有没有看？看，这是非洲长大的小孩子。看他们，是不是？包括这个脊椎小孩子。你看他们，你看，是吧？所以你刚才讲含胸拔背，以前人讲的，他们那时候讲的含胸拔背是从什么姿态来讲含胸拔背？是从这个姿态来讲含胸拔背，所以他已经是这个姿态了，他是正的这个姿态了。然后他在这个姿态上讲含胸拔背，那他是什么意思？他不会说我是这个姿态了，我讲含胸拔背，所以我的姿态变成这个样子，不会吧？不会嘛？所以他讲含胸拔背，我讲嘛，含胸拔背是什么？含胸拔背是胸腔落下，胸椎就起来了嘛，胸落背起，这个力量，是不是？所以脊椎是从后面往上，胸椎的部分是往上顶的，往上开的，是不是？然后在剑椎再往下沉，腰松掉，剑椎往下一拉，而脊椎从中央是一上一下，脊椎就开的。所以这个是自然的，它这边一落，它不是什么，它要去掉的是什么？它要去掉的是这个，它要去掉的是这个，啊，它不要这个，故意的挺胸努气，他要的是什么？这个松掉，就是这样子，大，这里落下，后面起来，就这样子。所以你后面起来到大椎那边，头就从大椎那边放在大椎上面，头就自然松的放在大椎上面，就是松的悬住，就是头顶悬。啊，不是叫你去硬撑，不是的，悬就是它是一个松的在那边晃动的，它是地心引力在那个地方，它是松的在那边放着的。听不懂？所以以前正常的人的姿态就是这个样子，不可能说练拳的人他把这个姿态变成一个比较不健康的姿态嘛，是不是？啊。然后所以脊椎要往两侧拉开，一边是肩椎，往上跟下，一边是大椎吗？不是，一边是我刚才讲的这个松掉以后，腰肌松掉以后啊，这个松下来以后啊，胸椎就会往上推，是吧？因为它是一个圆的。一个圆的这样子的结构体嘛，那这个下面是空的嘛，所以当它落下来的时候，后面连到那个肋骨连到胸椎嘛，所以它是不是就这样子了？对嘛？所以你的胸椎本来是这个样子的，它这个一落下来的时候，它就变成这样子，它变成往上开了，成为这样子的，胸椎的力量变成往上了，就是开了，胸椎就变成开的，不然你这个样子，胸椎是闭的，是不是？练拳运动不可能在这种状态下去做，是不是？腰也是嘛，他腰不可能在往腰椎挤压的情况下去做动作啊，那样对身体是伤害嘛。所以是剑椎往下一沉，腰肌松掉，剑椎往下一沉，从下面，从腰椎以下
到剑椎是往下开的，胸椎是往上开的，所以你的脊椎是一边是往上开的力量，一边是往下开的力量，这样子脊椎就开的。听不懂？这样脊椎的弹性才出来。这个弹性是什么弹性？是我们站起来以后那个垂直弹性。动物没有这个问题，啊，人有。你的脊椎要这样子好还是这样子好嘛？当然是这样好了。听不懂？所以我们所有的都要回到什么？都要回到这种的合理性来。然后我们要去认知到，以前的人，农业社会的人，他们的身体是什么样的身体？听不懂？他们的身体曾经有一个研究，他不是研究以前的人，他是研究美国那个基督教有一个教派，它叫什么？它比较封闭的，他们拒绝用电动的东西，拒绝开车子，他们他们坐马车。Amish， 我摩门教。不是摩门教啊？是吗？是不是？跟基督教没有说。对，就是摩门教的人，他们去研究，因为摩门教他们没有用到现代的一些工具，他们种田啊，他们劳作还是用传统的农业社会的方式，他们去研究他们每天的劳动的那个量跟值，跟现代人比，现代人用这个现代的工具比，他们的劳动量、身体的使用量比现代人大了百倍。那你更不要说以前的人了，以前的农业社会的人啊，是不是这样子？从张家走到李家，可能就要走1-2个小时。喝个水，那挑个水到上来就要很久嘛。我小时候住的那个眷村，我们要搭那个公车，要到大马路上去搭，光是走路30分钟，要上学，我们沿着铁道走，也是大概30-40分钟。我那个时候都是这个样子，是不是？所以想想看，以前的人他们在练拳以前，他们不练拳，他们在练拳以前，他们是什么素质的身体？他们使用身体的习惯是什么样的习惯？练拳是由这个身体为基础来练拳，是不是？因为拳的发展是在那个基础上面发展出来的嘛，所以他们是从这个身体素质是从这个地方开始练拳。练拳是什么？练拳利用这个身体素质再往上去发展。我们现在身体素质在这边，我们的身体素质在这边。你想要从这个身体素质去练这个东西，差远了，你差这么一大段呢。身体不对，这样不懂？因为那些职业的，他一天练几小时，8小时，6小时、8小时，他也不能一直这个样子啊。他也是有一个时期高峰期啊，然后他要休息。现在人是刻意锻炼，可是你回到你的生活里去了，你还是那个样子吗？以前不是，以前是生活就是那个样子，是不是这样子？所以身体那个基础根本就不一样。我们为什么要练这些东西？因为我们要从这边先回到这边来。以前人为什么不要练？因为他在长久的操作当中啊，
他自己会找到那个最有效的方式，他自己会找到，也许他不知道为什么，可是他操作久了，他就会变成这个样子，他省力嘛，他有效率嘛，所以变成他的自然，他的自然变成我们现在的人要去刻意去练的东西了，这样不懂？所以现在的人，你要去练那个以前的那种环境下创的东西，去练那种武术，你不可能一下子就去练它的 ，not qualified， 这样会懂？很多人一来就说：“老师，我要练太极拳。”我说：“你根本没资格练太极拳，你先来这个，你先会做再讲，你会走会做再讲。我们不要讲别的，我们讲泰拳好了。早期泰拳那些孩子练那些泰拳，他们是什么样的生活？是不是这样子？所以他们不是练泰拳啊，他们是生活里面就是那个嘛。”早期我到少林寺去拜访，那个是20年前吧。那时候少林村还没有的，都是他们那个。我到塔沟那个最大的学校嘛，里面的学生都是怎么来的？都是什么学生啊？都是乡下穷孩子，家里养不了了，喂不了了，有的就往学校门口一丢。有的就送到学校来缴了第1年的钱，以后就没有了。都是这样的孩子，晓得吗？都是这样的孩子，他们的生活里面就已经是比练拳还要辛苦的。所以早上4点起来练，对他们来讲没有什么。对他们来讲，比去家里面劳作那些东西。轻松啊，有饭吃，对他们来讲够了。为什么到现在到后来会没有了，越来越差？因为生活变好了，他的生活里面已经没有那种东西了，他的身体已经不是那个身体了。听不懂？所以我们练身体的东西，一定要想这个东西啊。我练的这一套东西，这个系统啊，当初是在什么环境下产生的？是为什么而产生的？你要搞清楚这个，然后我符不符合当时的那个条件？我符不符合当时的那些人基本的能力、基本的身心条件？然后我要去练它，我要先达到当时那些人的基本的身心条件。因为它的门槛是以那个为基础门槛的，听不懂？所以要搞清楚那个，你才能练那样的东西，才比较真实。否则你一定会练错。什么原因？因为你用一个错误的身体去练那个东西。你会寻求你自己身体的适应跟舒适，跟你觉得有效，然后用你自己的身体习惯去练那个东西，你就把它练错了。这就是现在广泛普遍发生的。大家不知道是你把那个东西练错了，而不是那个东西没有用。是你把它练错了。跟你们练这个一样，今天不让你们感觉这个，你永远当你练这些东西，你永远是用你的力量去做到，做不过来去增加力量，力量，你这样子下去，你觉得这样子对你来讲合理，符合你的 logic 跟习惯，那你就把那个东西练错了，这个东西你就没有了，听不懂？
啊，这是一个很关键的。现代人不知道他自己是一个什么东西，他不知道自己是什么条件，他适不适合练那个东西，他认为他什么都可以练。啊，晓得吗？所以我们要很诚实，我们练这些传统东西啊，我们要很诚实的去问这些问题，然后发现到自己比当初那些人差太远了，我们就老老实实的把自己提升到那样子的，提升到这个地方来，你才能讲我到这边我去体会这个东西里面的奥妙，里面的好，你的心得才会是对的。听不懂？啊，哎，我这个说法会打击很多人，你知道吗？打击很多人，他们以为他们可以练，不行的，不行的。就算空手道吧，你说现在练空手道跟那个什么大山贝达那个时代比，你能比吗？不能比嘛，是不是？你说宫本武藏，你看五轮书，你看得再熟，你练剑道练得再熟，还是不能比。为什么？你不是他那个时代的人，他是怎么生活的？他的生活是怎么？每天是过什么样的生活？他的体魄是在生活里练出来的，那种胆识是在战场上面出来的。你没有啊？你没有，是不是？我们没有那些东西，你现在去练，最多变成一个什么？变成一个运动项目嘛，就是一个运动项目。所以你说我要恢复宫本武藏的光荣，我要你都是糊涂话啊！所以这个是怎么聊到这来的？就让大家晓得一下，晓得吗？现在很多人不懂这个，我要恢复我们祖师爷的那个光荣，你不可能的，你不可能，你这个时代离他差了108000里了，那个身体素质差太多了，不可能。所以现在很多人认为不可能的功夫，以前不可能的功夫，为什么他认为不可能？因为他是用他自己的现代人的那个身体的素质来测量的，晓得吗？他不知道以前人的那个身体素质让动物园放养的狮子把它放出去了，他看到那个野的那个狮子是捕食跳啊，不可能，怎么可能这样子？当然不可能啊，在那边睡了吃了睡，整天也没跑多少，也没走多少，就到荒野去看那个狮子那样子，一饿可以饿个1个礼拜，然后追猎物那样子表现，不可能，怎么可能这样子？我们现在的人就是这样子。好，来，我们来练三